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居然能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连环杀手？他的案件在香港电台举办的10大轰动案件中排行第一。他不仅残忍行凶，事后还把他们的性器官做成标本，在这个过程中更是把整个肢解过程都给拍了下来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起轰动香港的碎尸案——雨夜屠夫林过云。1982年2月11日，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说，他在城门河游泳的时候看到一颗可怕的人头。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，这些残骸来自一名年轻女性。从腐烂的程度来看，受害者可能是1个星期以前遇害的。她的身体被切分开，一段一段地扔在城门河里。城门河的水流向吐露港。警方判断，凶手在扔这些残骸的时候，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顺着水流下去，最后进到吐露港里，这样就很难被人发现了。只是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受害者的脑袋被冲到岸边，才让这起案件被曝光出来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确定受害者的身份，然后找出凶手。可头颅已经腐烂，现场也没找到任何证件。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受害者手臂上的飞燕纹身，拿着这个纹身图案对应失踪人口排查，说不定就能找出受害者。经过一番调查，有个叫陈凤兰的21岁女孩在1周前失踪了。她在夜总会工作，手臂上正好就有这个飞燕纹身。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月3日的凌晨，下班后她跟同事一起去吃宵夜，本来打算到同事家借住一晚，谁知同事去咖啡店打了个电话回来，就发现陈凤兰不见了。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每天都得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所以警方的工作量特别大。他们传唤了好几百人来问话，其中包括店里的常客，还有陈凤兰的一些追求者，可惜一直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半年后，也就是1982年的8月1号，警方接到一个特别的报警电话，报警人是一名照片冲洗工。他说在冲洗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一组可怕的照片，犹豫再三后决定报警寻求帮助。警方拿到照片后大吃一惊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照片，而是人体被肢解后的残肢照。有张照片露出了少女的半张脸，跟1个月前失踪的梁慧欣特别像。通过报警人提供的线索，嫌疑人很快就被锁定了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警方决定等他来取照片的时候将他逮捕。17号早上，警方在取片店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将照片摆放在比较远的位置，凶手在取照片时会被拖延时间，让逮捕行动能更顺利些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门店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在快关门的前一刻，一名男子突然走了进来，他就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，27岁的林过云。警方立即上前将他逮捕，过程中他一直辩解说自己是无辜的，他只是收了别人的钱帮忙来取照片。警方呢也担心抓错人，于是就陪同他一起去找照片的主人。他带着警方来来回回的兜圈，等了好久，他说的人都没有出现。调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，就立刻带人去搜查他家的屋子。谁知道刚进房间就看到了骷髅头和碎骨。林过云出生于1944年，香港本地人。他的父亲早年在文莱的石油公司工作，后来回到香港开了个店铺，收入比普通人高一些。按理说他家的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，不过他父亲娶了3个妻妾，生了10个孩子，所以他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。总的来说就是个普通家庭。林过云在小学时成绩还不错，但由于经常搬家换学校，中学成绩就开始往下掉，最后也没考上大学。家里人口多，父亲又忙于生计，对孩子们的教育不是打就是骂，所以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好。兄弟姐妹是3个女人生的，林过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好。他长期和弟弟同住一屋，两人分睡上下铺，但很少交流，基本形同陌生人。林过云小的时候行为就有些古怪，据说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和没有血液关系的2个母亲行房。父亲好色成性，做这种事情不分昼夜，也不避讳儿女。他说父亲行房时非常粗暴，有时候等同于虐待。从小受到这种刺激，导致他对女性的肉体有一种病态的渴望。另外家里的氛围也不好，女人一多就经常吵吵闹闹，鸡犬不宁，所以他对女人有深深的厌恶和恐惧。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经常偷看同父异母的妹妹洗澡，而且多次被父亲痛打不改。
1973年，林国云18岁时，又因为同样的问题被父亲打骂赶出家门。他在公园流浪的时候，用水果刀劫持一名过路女子进入公厕，强行对她进行猥亵。女子大声呼救，被路过的警员解救。林国云被送进精神病院鉴定，医生认为林国云有病，法院决定不起诉他，只让他入院治疗3个月。不过他并未因此改过自新。林国云23岁的时候考到了出租车牌照，当上了夜班司机。他的作息时间跟家里人完全不一样，几乎都不和家里人碰面，互相间的感情就更淡了。他的举动越来越古怪，经常不肯换衣服，整天垂头丧气，大半夜还在家里走来走去。他的母亲担心他犯病，就只能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儿。就这样，林国云在2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摄影，还加入了摄影协会。1982年2月3日的凌晨4点，天正下着大雨，他开车路过尖沙咀时，有个叫陈凤兰的舞女上了他的车，说是要去将军澳。陈凤兰明显是喝多了酒，在车上吐的到处都是。林国云当时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些呕吐物就算清洗干净也会留下气味。他把车开到加油站，要求陈凤兰下车。这本是陈凤兰逃过一劫的最好机会，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他并没有下车。林国云越想越生气，索性把车开到路边，找来一根电线，就这么活活的把陈凤兰给勒死了。趁着天还没亮，家人都在熟睡，他把陈凤兰扛回了家里，藏在客厅的沙发里。第二天家里人出门以后，他把陈凤兰给搬了出来，脱光衣服后摆弄各种姿势进行拍照。感觉拍得差不多了，他又去买了把电锯，割下陈凤兰的乳房和下体，密封在米酒罐里，接着又把它分成了好几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停地拍照录像，亲手留下了自己的犯罪证据。完事之后，他把那些残肢包好，丢弃在多个僻静的树林里。一开始林国云还是挺慌的，特别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。可过了几个月，他发现警方都没有锁定嫌疑人，这样一来，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。1982年5月29日，林国云再次作案。那天凌晨5点多，天空又下起了大雨。31岁的收银员陈云杰为了避雨，上了林国云的出租车。他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，拿水果刀威胁陈云杰。陈云杰看见他有刀，就不敢反抗，任由自己的双手被手铐铐上。陈云杰还以为林国云顶多就是劫财劫色，没想到突然被他用电线勒住脖子。这时候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，几分钟人就断了气。这次林国云还特意去买了把手术刀，他完整切下了陈云杰的性器官，做了防腐处理，同时还拍照录像，其余的部分被他装进麻袋拿出去扔了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杀了2个人，林国云开始迷恋上这种刺激的感觉。仅仅在半个月后的6月17日，他又对一名29岁的舞女梁秀云下手了。现在他手上已经有3条人命了。但在林国云看来，这3个人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在娱乐场所工作，并且都是已婚的状态。他认为这些女人都很坏，自己只是在替天行道。林国云被这些借口深深洗脑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个有底线的人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最后一个被他杀害的17岁少女梁慧欣，不仅是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，而且还是个处女。1982年7月2日，梁慧欣刚刚参加完谢师宴，因为下雨的缘故，只能乘车离开。谁知阴差阳错登上了林国云的出租车。这次林国云没有上来就行凶，他看梁慧云聪明可爱，于是两人就聊起了天。谁知越聊越投机，林国云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行驶的汽车偏离了路线，开车带着梁慧欣到处兜风。梁慧欣察觉到不对劲，就要求下车。谁知林国云拿出水果刀就威胁梁慧欣。梁慧欣年纪还小，碰到这种事情被吓得当场大哭起来。她身上也没带多少钱，就担心自己被劫色，于是哭着恳求林国云，说自己还是处女，千万不要伤害自己。林国云说自己不会做这种事，梁慧欣才稍微放心，认为只是普通的抢劫。林国云开车载着梁慧欣来到龙翔道靠近明爱医院。他把车停下来，接着和梁慧欣聊了好几个小时。他讲起自己的各种压抑和痛苦，还有童年的不幸以及不负责任的父亲。这期间他好几次都想动手，但看到梁慧欣那单纯的眼神，他又不忍心了。
可梁慧欣已经知道了他的长相和车牌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拿出遮阳板里的电线，狠心地勒死了梁慧欣。说起林国云落网，可能多少有些天意。80后的网友应该知道，以前的相机都是使用胶卷，拍摄数量有限，而且需要把底片送到专门的冲洗房，经过显影、定影、水洗、干燥等多个步骤才能获得照片，通常需要等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取片。林国云心里清楚，他拍的那些照片没法见人，所以每次冲洗底片都是送到一家自动冲洗房。他和这家张姓的店员认识，知道这家店冲洗照片不用人工操作。之前几次冲洗照片都没有人发现这些照片的异样，可偏偏这一次店里的机器发生了故障。为了不耽误客人取片，小张只能改为手工冲洗，于是就发现了林国云的秘密，把这桩可怕的案件给解开了。因为证据很充分，林国云4个谋杀罪成立，被判处了死刑。当年香港的法律虽说还有死刑，但因为多年不执行，后来他又被改为了终身监禁。到现在，林国云已经服刑长达40年。他入狱的时候才27岁，现在已经接近70岁了。据说在2018年的时候，林国云曾经考虑过申请假释。一般情况下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，实际服刑13年以上，如果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没有犯罪的危险，就可以申请假释。但林国云名气太大，大家普遍认为他有很大威胁，绝大多数市民不认可他出狱，或许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。再加上坐了这么多年的牢，到了社会上估计也适应不了，于是他就放弃了申请。不知道你们觉得他还存在危险吗？又是否应该申请假释呢？